这是一部真正吓死过人的电影，也是为数不多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。离奇的设定，紧张的氛围，直让人毛骨悚然。女鬼乔二怨鬼楼奉上。故事一开始，女同学阿珍就碰到了诡异事件，电梯里一根长长的红线死死拽着她。阿珍本以为这是月老在牵线，可下一秒她就知道自己错了。阿珍本能地跑出电梯，却撞到了一个人，可抬头一看，却发现是一只阿飘。没办法的他只能再次逃跑。好在这次撞到的是保安阿强。干嘛？阿珍慌张地指着电梯那边，然而阿飘却已经不见了。此时的阿珍才开始后怕，早知道就不设计什么鬼游戏了。毕竟他早就听说自己所在的学校建在了阴兵过路之地，所以在建造之初，校长就请来了风水高手，打造一栋结合阴阳八卦的大人馆，用来镇压学校内的阴气。可结果这风水师却因为老婆给自己头顶种草而心生恨意，竟偷偷将阴阳八卦逆转，改成了阳阴八卦。最后风水师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，并在大人馆内自杀。这一系列的行为最终也导致整个学校成为了万千阿飘的聚集地。自那以后，整个学校就怪事不断，隔三差五就有同学从天台跳楼殉情，或者是在上课时出现意外。可尽管如此，阿珍和她的哥哥却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阿飘的存在。他们兄妹还打算根据学校的大人馆设计一款游戏。为了让游戏更加刺激，阿珍的哥哥还特意夜探大人馆。虽然他不相信有阿飘的存在，可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是拿了一盏注入自己鲜血的油灯，想以此驱邪。此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将是一趟不归路。随着阿珍的哥哥进入电梯，监控录像里就出现了他慌张的样子，没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最后又是什么东西将其拖走。自那以后，他就陷入昏迷，再也没有醒来。为了查清哥哥为何会突然变成这样，阿珍打算将哥哥设计的游戏完成。因为这是一款实景探险游戏，所以阿珍就拿着手机来到了大人馆测试游戏。在真实而恐怖的氛围下，阿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。按照游戏上设计的指令，阿珍一项项的完成。可就在她完成整个测试时，却发现自己身后的模特假人面具掉了下来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阿珍刚想要逃跑，可突然通过监控，几个同学发现了阿珍的异常，他们赶忙跑了过去。就在阿飘即将抓到阿珍时，门也被几位同学打开。他们问阿珍这是怎么了，可阿珍却没有说自己刚刚撞鬼，而是看见了门板上的抓痕，这是他跟自己哥哥的暗号，也就是说哥哥的魂魄还在这个大人馆里，这也是他成为植物人的原因。为了找到哥哥的魂魄，阿珍竟然再次来到了大人馆。可他刚进电梯，眼前就出现了两个身影。此时的阿珍无比确定，眼前的一男一女根本就不是人。女人刚上电梯，眼前就猛然出现一对诡异男女。随着电梯缓缓向上，女人的心逐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因为她一眼就看出这对男女根本不是人，他们手上都缠着红绳，脚上也布满了恶心的尸斑。这让阿珍想起早些年学校那对殉情的情侣。终于电梯到达了顶层，这对情侣阿飘也走了出去。阿珍想赶快逃离这里，可在电梯关闭的那一刻，她却看见地上多出了一截红线，一股不好的预感从阿珍的心中迸发，直觉告诉他不要捡这红线，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捡了起来。随着红线一点点被拉扯，怪事发生了。好在这时他遇到了大人馆的保安阿强，慌忙指着电梯说自己遇见了阿飘。面对阿珍的话，阿强却选择将阿珍赶了出去。不是他不相信阿珍，而是他太清楚这大人馆里有什么。因为阿强从小就拥有阴阳眼，时常会见到各种恐怖的阿飘找自己麻烦，这也让他一直在寻找方法摆脱外界的阿飘。直到他听说了大人馆的事，于是托关系成了这里的保安。自那以后，外界的阿飘就再也没有骚扰过自己，因为他们根本就进
不来。尝到甜头后，阿强就再也不想出去，连外卖都是阿珍帮他取的，因为阿珍的游戏还需要最后一轮测试，而且最近团队里少了一个人，阿珍就想到了阿强。看在阿珍为自己取外卖的份上，阿强答应了下来。晚上4人就开始了最后的测试，这次是4人游戏，他们轮流将手里的油灯传给下一个人。前3次大家都很顺利，可等到最后一轮时，却发生了意外。透过监控画面，同学发现阿珍身后竟然有第5个人。后面是谁？没有人啊。结尾呢？面对突发情况，所有人都离开了自己的位置，这在游戏中可是大忌，因为一旦离开了自己的位置，黑暗中的阿飘就会不受控制。更吓人的是，透过监控画面，他们还发现有脏东西正在朝着监控室这边赶来。负责查看监控的同学马上将门关上，可下一秒，外面就有什么东西开始撞门，两人吓坏了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这才没让门被撞开。许久之后，外面终于安静了下来，两人也松了一口气。然而阿飘这种东西又怎么会是一扇门就能挡住的？很快，女同学就收到了一通陌生的视频通话邀请，她不知道这是谁打来的，万一是阿珍的求救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她还是接通了。然而下一秒，她就发现这视频画面竟然就是自己的后背，也就是说，对方正在他们身后拍自己。两人缓缓回头，却发现根本没有人。可这手机上的画面又并非如此。想到这里，他们慢慢地举起了手机。伴随着监控室内一阵闪烁，两名同学也不知是死是活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同学也遇到了脏东西。黑暗中，同学不是被拖走，就是被邪恶的力量拉入更加黑暗的地方。而阿珍更是不知被什么脏东西拽到了半空之中。女人被脏东西吸在半空，她的生命逐渐流逝。如果再不想办法阻止，明年的今天就是阿珍18岁的忌日。好在保安阿强从小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，他马上点燃手中的油灯，就打算甩过去。可在甩到一半时，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印阻挡。面对突发情况，阿强知道时间紧迫，他干脆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将油灯甩了出去。伴随着油灯正中阿飘，燃烧的火焰也让这只阿飘烟消云散。阿珍终于得救。经过了这件事，阿珍的游戏团队全军覆没，他们跟阿珍的哥哥一样，全都成了植物人。而更糟糕的是，阿珍的哥哥身体每况愈下，隔3差5就要进行抢救。他知道这根本就不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，一定是哪里出了状况。于是阿珍只能再次找到阿强。根据阿强的分析，他的哥哥之所以会突然如此，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上次救阿珍时将油灯给摔破了。现在他们要继续用坏了的油灯进入大人馆的那个电梯，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破时空屏障，看见当初他哥哥遭遇的一切。果不其然，一切都跟阿强想的一样，两人竟真的进入了另一个时空，甚至他们还看见了第一次测试游戏时的阿珍，只不过对方看不到他们。很快，两人就见到了阿珍的哥哥，这是哥哥的魂魄，因为被困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所以现在无比脆弱。两人想要带着哥哥的魂魄离开，可这群脏东西又怎么可能同意？此情此景，阿珍无比心疼。虽然油灯的灯光可以驱散阿飘，可最终在脏东西长久的折磨下，哥哥的魂魄还是彻底灰飞烟灭了。面对死去的哥哥，阿珍决定逆天改命。既然连穿越时空都可以，他就不信不可以将哥哥复活。最后，阿珍在舞蹈室的门上刻下了3道抓痕，以此来提醒之前的自己。因为阿珍哥哥的魂魄其实就是油灯里的灯油，只要灯油不被打漏，阿珍的哥哥就有机会复活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去阻止油灯被破坏。随后两人就开始在大人馆里寻找测试团队，而一切的一切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闭环。之前在摄像头里出现的人其实就是阿珍和阿强。后面是谁？没有人啊。在扔出油灯时，抓住阿强手臂的也正是阿珍。而这次在两人的努力下，事态终于发生了改变，油灯被阿强接住，灯油也没有泄漏。为了保护油灯，阿珍用自己的身体引走了脏东西，被在楼梯上无情的拖拽。关键时刻，一只大手拉住了阿珍，抬头一看，正是自己的哥哥。在哥哥的帮助下，几人上了电梯准备出去，可哥哥的魂魄却想到了什么，于是他让妹妹无论如何也不要插手接下来发生的事。就在阿珍不明所以时，脏东西却突
突然将阿珍和他们分割到了不同的空间。电梯里的阿强和哥哥的魂魄也被这股力量吸到半空，最后那盏油灯被黑暗吞噬。只要再过几十秒，所有人和魂魄都会被永远留在这里。危急时刻，电梯门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，这正是当初来大人馆的哥哥。一切的一切也再次形成了闭环。此刻的阿珍也终于明白，当初哥哥在电梯里看见了什么。为了妹妹能够出去，哥哥将油灯留给了他们，自己则被脏东西拖走。在哥哥的身体被拖走之后，哥哥的魂魄也终于下定决心，他拿着油灯冲了出去，和那些脏东西同归于尽，将生的希望毫不犹豫地给了自己的妹妹阿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香猪，咱们下期见。